虽然雷神4遭到了许多网友的吐槽，但你真的看懂了这部影片吗？因为就单单拿结局来讲，里面就蕴含着许多难以发现的彩蛋。这其中不仅解释了冥界的起源，还透露出漫威将会在多元宇宙有不同演员扮演同一角色的事件。所以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详细解析雷神4的片尾。废话也不多说，咱们直接进入主题。片尾格尔来到神殿这一场景，可以看到7个不一样的雕像。最左边这个没有头的是 One Above All， 他是天神族中级别最高的存在。旁边这个是观察者，他曾在银河护卫队2和假如中出现过。紧接着右手边的是生命法庭，在奇异博士2和洛基都出现了他的身影。正中间这个是永恒的雕像，他和无限都是宇宙的化身，就等于他们就是宇宙。第5个是死亡的雕像，在漫画中他是灭霸的爱慕对象，而原本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灭霸，就是因为他才成为反派，导致灭霸打响响指杀了全宇宙一半的人。往右的是勇士，永恒的儿子，他代表着时间。最右边这个是无限，永恒的妹妹。格尔曾用彩虹桥打开了永恒的门，暗示着如果找到其他神的钥匙，就可以见到他们。剧中格尔称呼自己女儿为我的爱，而科尔格也说过，人们将格尔女儿与雷神称为爱与雷霆，这说明他女儿的名字就叫爱。 Everybody needs a name, so what's hers? Choose love. It's a lovely name. That's a lovely name. 而扮演爱的演员其实就是海总的女儿。此外，索尔做了与奥丁相同的事。雷神1中，奥丁打败冰霜巨人后，领养了敌人的孩子洛基，而索尔也同样领养了敌人的孩子。不同的是，奥丁并没有将洛基的身世告诉他，所以导致洛基觉得奥丁欺骗了他，于是黑化了。而在影片结尾，爱称呼索尔为叔叔，由此可见，索尔已经把爱的身世告诉了他，所以在未来他不会像洛基那样黑化。在漫画中，爱是宇宙最强大的神之一，他能操纵一切与爱有关的生物情绪。在影片中可以看到他有超能力，并且还能使用风暴战斧。从复联3中凡人是不能使用风暴战斧这一点再次证实爱有超能力的事实。此外，影片还有2处对星际穿越的致敬，比较明显的是剪纸解释虫洞片段，另一处则是隐藏比较深。星际穿越中，布兰德表示，对于高纬度生物来说，时间可能是另一种实体，过去可能是一个可以爬进去的山谷，而未来是一座可以爬上去的山。恰巧康就是这样一个高维生物，同时存在于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存在于历史的每一秒，因此对他来说，所有事情都是同时发生的。并且星际穿越还提到，唯有爱和引力可以穿越时空，所以爱很有可能是对抗康的关键。因为科尔格也说，爱是诞生自永恒的女孩，而永恒是宇宙和时间的化身，因此爱会继承永恒的部分力量。紧接着切换到简来到瓦尔哈拉这一片段，其实早在雷神1为了拍瓦尔哈拉就做了铺垫。并且雷神3中也再次暗示了这个地方会在后面剧情中出现。从月光骑士中，荷马女神口中得知冥界不止一个，比如月光骑士中的埃及冥界，黑豹中瓦坎达的先祖之境，以及阿斯加德的瓦尔哈拉，这些其实都是冥界的一部分。与宇宙不同的是，冥界只是一个领域，其实像这样的领域还有奇异博士中的镜像次元。灭霸打响指后来到灵魂领域以及量子领域，由于战死的阿斯加德人会进入瓦尔哈拉，所以雷神系列绝大部分死者都在这个地方，比如奥丁、弗利加、仙宫三勇士和沙赞兼法尔达。这时候问题来了，奥丁并不是战死，为什么他会在瓦尔哈拉？因为海姆达尔说过这个地方是众神之地，并且演员奥丁也说过瓦尔哈拉是众神的安息地，所以战死并非是进入瓦尔哈拉的唯一途径。不仅如此，洛基应该也在这个归属地，因为他是和海姆达尔是一起死的。此外，瓦尔哈拉很可能与上汽中的大罗一样，如果找到入口就可以进去，所以雷神5雷神会找到入口进入瓦尔哈拉。既然外面的人可以进入，那么里面的人也可以出来，而这一点在月光骑士第4集中就得以证实。月光骑士死后来到了冥界，但在第6集中他又复活了。既然有这个先例，那么瓦尔哈拉的人也可以回到阳间，说不定在雷神5中会出现双洛基同框的镜头。瓦尔哈拉作为阿斯加德的天堂，既然有了天堂就有地狱，这一点在洛基中提到过。此外，因为海拉是在阻止索尔特尔毁灭阿斯加德的过程中死去的，所以他也有可能去了瓦尔哈拉。漫画中所有的阿斯加德人在诸神黄昏中死去后投胎重新复活，比如洛基投胎成为女洛基，还有一次投胎成为小孩洛基，并在洛基中出现过。由此可见，瓦尔哈拉中的人会有2种结局，要么像月光骑士那样复活，要么投胎复活。不仅仅只限于瓦尔哈拉，冥界中的其他人都是这样。就比如616地球的托尼死后会进入冥界，然后投胎到某个宇宙的史塔克家族，但长大后的托尼并非是原来的模样。说的直白一点，就是会更换演员，但其他超级英雄不一定会发生变化。就比如每个宇宙的旺达都是一样，而蜘蛛侠却有多个演员扮演，所以导演是根据需求来决定是否需要改变某个角色的长相。像钢铁侠这种片酬太贵的角色就会更换演员，而片酬不高的角色则不变。也就是说，未来的漫威电影可能会出现由新演员扮演的其他宇宙的钢铁侠、美队和黑寡妇。